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全霸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一样继续分享一些还没分享完的特快车系列。那一样还是要说啊，因为特快车的压起身或者是使用的方式呢，实在很多很多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分享的呢，不是压起身，而是实战中我们用特快车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可以增加抓到人的机会。首先，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，就是如果今天用战轻脚去硬上的时候呢，是很容易被点掉的。就算我是在打康的状态下，也会被打掉。如果今天是打惩罚反击的时候呢，是的，他点不出来。假设今天在打插合的时候呢，这个是很强的，因为对手少了一个破解的手段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可以设置一个像这样子。打到以后呢，它会一直疯狂的数点的状态。相信有很多，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的话，特快车就莫名其妙被阻止。但是如果你只要做了插合、惩罚反击的时候呢，或者确反，它就点不出来。今天假设你是用普通版本的话呢，就会因为发生的速度而导致来不及，一样会被点。所以这种插合要让对手点不出来的话，只限定就是 OD 版本。那普通版本的话是要配合其他的拳脚，也就是下中手。反之，这个时候下中手你用 OD 版的话呢，会因为太快了，因为太快它会停下来，所以就被点。那又譬如说有一些情况下，譬如下重脚，有些角色呢，我们没办法做出很大的惩罚。那因此呢，很多时候会选择是用战轻脚，但这样子就花很多资源，或是改版后可以使用 ODPP， 让自己的压制更好。但此时如果说我们偷一下的话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偷点，像这样子，成功的回馈就非常大。但是我没把它收血是我的问题。那再来呢，要分享一个就是在实战中裸放特快车，你会提高成功几率的方法。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侧面的东西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
明明有利，对对手无能为力的状况。这边就先以 DJ 来做一个很典型的案例，也就是 DJ 最有名的招牌后撤步。通常最典型的是放在 Baby 之后，也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很容易会打出一个尖端，你根本对他无能为力，诸如此类的。那甚至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跳入呢，他们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做确认的。那这时该怎么办呢？最简单的就是特快车，像这个样子，他没办法后撤步，甚至连后他都会被抓。只要你不是太尖端，像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这边来设置一个像后以后他会跳的动作。那从这边你们就可以发现到，他跳不起来。这虽然没有打康的显示，但事实上这个后就是被确反了。因此呢，这个就是特快车你可以使用的地方。这个是属于比较对侧面的部分。那当然呢，除了特快车以外呢，也有其他的方式，但是这个就不是在特快车的系列里面。然后典型的还有像朱莉这个前重脚，基本上如果非尖端的时候，它也是有负3，可是负3却你没办法很有效的对它做什么事情，它甚至不需要尖端都可以很安全。那像这种时候呢，特快车就有它的作用了。然后我们设置一个前重脚以后后跳的动作，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OD 特快车它就跑不掉了。如果没有在贴近你的时候，你是无法确反它的，但是你要打它都很困难。这时也是可以搭配特快车的。所以知道了这个概念以后呢，很多时候呢就可以举一反三。那以上呢就是这次的特快车的心得。那会员专属影片呢，将来主要的方向会是会员有特别需求的影片。那因为有时候呢，制作影片呢会变成过于冗长，那要经过精简或者修剪，把它变成比较就是可能尽量8到10分钟以内的影片。那剩下原版的完整影片呢，就会放在会员专属里。再来就有时候有一些想法或者套路呢，在还没实践前呢，我也会先放在会员专属影片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只是先发布一个概念而已。因为我的影片，我希望都是有实践过以后，让大家知道说大概在什么样的情境下，这个东西可以使用。好不好用，大家至少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觉。以上呢，大概就是会员专属影片的制作方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呢，就帮我点个3连吧。大家拜拜。影片结束咯。谢谢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还喜欢，下次见喽。